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到了每日閒聊的時間。本來想在家跟大家聊，可惜我对面的这個別墅在施工啊，然後這個因為來了生人，這個鄰居家的狗叫個不停啊，實在沒辦法了，就沒辦法在那個陽台給大家聊了，所以來到我們小區的這個公園，還挺涼快的啊，而且沒有人，和大家閒聊幾句。其實熟悉我的觀眾也知道啊，其實最近這2天我更新的頻率就挺高了。也是因為我覺得這樣每天跟大家閒聊一下啊，能鍛鍊一下自己的這個大腦，提前預防一下這個老年痴呆症啊。你現在好多病症不都已經年輕化了嗎？是吧？咱們都稍微注意一點。其實電詐這個話題呢，其實已經非常的不陌生了吧？啊，也是因為電詐的這個原因，泰國的這個國際聲譽啊和這個口碑可以說是一落千丈啊。本來我以為最近這幾天在美國的各種壓力下呀，是吧，就是搗毀了這個陳志的那個太子集團嘛。啊，其實我們也知道啊，不止這麼一個集團，而且陳志是什麼角色，大家心裡也都很清楚啊。把他打下來，能不能把電詐就給完全剿滅，這個大家心裡也都有數。但是我為什麼想聊這個話題呢？也是因為，電詐這個問題也出現在我實際生活的身邊啊。雖然說清邁這個地方已經非常的治安啊，各方面已經非常的不錯了啊。咱先不說這些什麼政府官員啊，什麼警察呀，就是他們內部的這些問題啊，咱們不說這個。就是說老百姓或者作為一個旅居者在這裡，你能不能安居樂業呀？你能不能放心的去養老去生活呀？啊，暫時來講還是可以的啊。但是最近也是發生了一些在我身上的或者身邊的一些問題。就是舉個例子啊，我前天應該是我女朋友的這個泰國銀行卡，我倆正好開車出去吃飯，傍晚嘛，然後響了2聲短信，到了飯店之後呢，一看，哎，怎麼扣了2000泰銖呢？大概也就是不到500人民幣吧。啊，2000泰銖說多不多，說少不少啊。有些人可能像我之前，如果是發生在我身上，我就很容易啊，可能是哪個 app 又自動扣款了。但是我女朋友比較細心嘛，她就拿來看，沒有任何的購買記錄啊，然後往回翻是誰扣走了這個錢啊？一看是杭州的一個什麼什麼公司。然後我們就覺得，哎，這個有點不太對勁兒吧？因為我們的消費都是在泰國啊，不會涉及到國內的一些公司和實體，所以我女朋友就去問了一下身邊的朋友，原來啊，身邊的朋友也有出現過這種情況，不知道為什麼就是突然被扣了幾百泰銖或者是1000泰銖，他不會扣太多，因為我覺得扣太多這個就非常的明顯了嘛。但是這個銀行也是算在泰國比較大的銀行啊，我不提這個銀行的名字了啊。這2天我們也要去銀行去解決。據了解呢，也是近期出現過很多這種情況。很大可能性呢是有一些比較偏僻的地方的這個 ATM 機啊，可能是被人做過手腳，加過什麼東西。這個技術方面的事兒咱們就不了解了啊。總之就是能夠盜取到你的這個銀行卡的相關信息，密碼、卡號。是吧？包括後面的那3個數字，就是那個只有你才知道的那個3個數字，是吧？他可能盜走這些東西啊。你想呢？如果在比較偏僻的 ATM 機，又是在泰國，那真的是啊，如果沒有人在那台 ATM 機出問題啊，假如說卡被吞啊，或者是怎麼錢有什麼出入啊，提的錢，他就不會去報告這個銀行，銀行也不會去主動天天沒事就查這台比較偏僻的這個地方的這個 ATM 機。所以呢，在這種情況下呢，這些人去做一些手段啊，是吧？上一些手段啊，就比較容易嘛，沒人看到嘛。但是在商場裡應該就不太會出現這種問題，因為人流比較大。你想，你這麼多人，然後你在這兒弄這個銀行的 ATM 機，你說你不被抓都怪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也是建議在清邁或者在泰国的朋友們啊，你們取錢或者是查自己的这個銀行卡操作啊，在 ATM 機上盡量去這種商場和人流比較密集的這種地方的這個 ATM 機，不要去太偏僻的這個 ATM 機，真的容易出現問題啊。首先這個我覺得就跟電詐其實有一些關係啊，就是銀行卡盜刷詐騙嘛。
還有一個就是我經常去的一家清邁的一個早餐啊，一個中餐。那有一天我就突然發現啊，咱們吃中餐都有這種紙巾盒啊，不光中餐啊，這泰餐也有。那個紙巾盒，我突然就發現，哎，是 KK 園區贊助的，上面有一個 KK 園區的二維碼，應該是能聯繫到他們吧。我就發現，哎呦，這個百足之蟲啊，死而不僵，這句話真是沒錯呀。你要這麼想，你說電炸園區的那些人，可能都有上萬人、幾萬人啊，一個人是一條腿的話，你想想，那不只是百足之蟲啊，那是萬足之蟲啊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，你說萬足之蟲那麼容易被打死嗎？所以你看，被緬甸政府軍、被美國施压啊，這些園區剿滅之後呢，所謂的剿滅加個引號吧，啊，人家只不過就是打一槍換了個地方，分散於泰北或者泰國啊，或者是其他東南亞國家，分散在这些国家，依舊在運作着，你沒有辦法。所以這個就引申到我對這件事情的一個思考啊，就是說，你裝模作樣的去時不常的做這麼一個什麼電炸大清剿或者怎麼樣的，這個有用嗎？其實我覺得一點用都沒有，因為什麼呢？就是你的土壤沒有變。你為什麼電炸在東南亞地區它可以這麼猖獗，甚至之前在柬埔寨都有這種明目張膽的政府在做保護？為什麼呢？不就是因為你們這兒的土壤適合它生長嗎？如果說你只是把這一株帶毒的植物給拔掉了，但是你的土壤没有變，其實它在拔掉之前已經開枝散葉了，它的果實爆開之後，那個種子已經遍地都是了。如果你不把這個土壤去給它整體的換掉，你是沒有辦法解決這種問題的。所以說我对于東南亞這一邊最近啊，就是做的這種所謂的這個對電炸的這個清剿，我是持一個比較悲觀態度的啊。我覺得它肯定會死灰復燃，這個是毋庸置疑的。就是原因就是我剛才說的嘛，你的土壤沒有變，你還是會長出這些東西啊，沒有辦法的。所以說，我在這兒待着，我也不會說太多啊，只不過就是跟大家說一下，我對這件事是什麼看法，我是很悲觀的一個看法。我覺得換湯不換藥吧，可能繼續來的話，就會換一波人重新幹這同樣的事情。還有就是有些朋友就問我，你說東南亞這麼亂啊，就是可能泰國還好一些，為什麼你就賴這兒就不走了呢？但是咱們說個實話，就是泰國嘛，它的成本還是比較低的，尤其是我一大家子在這生活，而且還有就是你在這兒遭遇到什麼事兒，完全取決於你是否主动去找他。就像之前我接觸過一個辦簽證的中介啊，他之前就经常给这些疑似搞電炸的這些在柬埔寨的、在老撾、在緬甸的這些人啊，給他們辦一些簽證啊，喝一口水啊。但這個咱們也沒法去做一個什麼批判嘛，人都要活嘛，啊，而且他做這個事兒可能也有自己的這個考量，他就跟我說，這些電炸的這些搞電炸的啊，幾乎沒有幾個啊，我不能說完全啊，就是沒有幾個是像中國的這個新聞裡報道的，是被綁過去的啊。你想啊，你被綁過去，你說這個一是動靜大，影響壞，你的保護傘也不希望你天天鬧出這麼大動靜；二是人力成本非常之高，這個成本非常之高。你是幹嘛的呀？在你身上投入這麼大的成本去把你給弄回來？你是沙特的王子啊，你還是阿聯酋的什麼一個富商啊，是吧？你有那麼大吸引力嗎？就是只不過後來呢，覺得自己不太適合幹這行，不是這塊料，那張不開嘴邁不開腿，是吧？你怎麼地都騙不着錢，然後想跑，人家不讓你走啊，能輕易讓你走嗎？你走了，你不就把人老巢給供了嗎？是吧？联絡人都給供了嗎？对吧？你這一條線都折了，當然輕易不能讓你走啊。所以有一些人就會出來之後就說啊，我是被綁過去的，我是怎麼樣的？其實哎呀，狗屁不通啊！說白了不就是嗎？自己想掙點俏錢，能力不行，天天還總相信這些高薪招聘，對吧？就是貪心所致嘛，就是人心的這種人性上的一些問題。所以說，你說這些東西啊，你怎麼能根除呢？人性上的這些陰暗面和這個慾望啊，是解決不掉的，是吧？然後再遇到這麼樣一個溫床，一個土壤，那當然就會
死灰復燃了，对吧？啊，回到就是我为什麼在東南亞一直待着的這個事兒啊，就是一是因為在清邁這個城市啊還不錯，能夠讓我以一個比較低成本的這種生活方式吧，在這裡生存啊，還有就是我的家人，對吧？因為你也要考量到以後嘛。雖然現在你還有收入，你還有事兒可做，但是世界變化快啊，什麼時候發生什麼事兒你都不知道啊。就像那個疫情那陣子，誰能知道突然之間來了一個這個呀，對不對？再一個就是呢，離中國比較近，如果父母啊想回家看一看，他也比較方便啊。如果你太遠的話，你想他們年齡也大了，回國的話，非常不方便，吃不消嘛，你想。所以綜合原因就是考量，我們還是選擇了在清邁去生活。還有一點就是我們也知道啊，這個世界上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沒有天堂啊。雖然很多人都向往啊，移民的時候都在向往，美國、美加澳新是吧？這些五眼聯盟啊，或者日本啊這些國家。啊，覺得這個民主社會就到了天堂，是吧？那我們也看到了嘛，在西班牙有一個叫公民老黑的這大哥，是吧？據他所說是被這個移民中介啊，被什麼，西班牙政府啊，當然說西班牙政府我不太相信啊，可能是政策有變化吧，恰巧你非常的不幸運，你趕上了，然後也是吃了一肚子啞巴虧，從西班牙也來到了泰國曼谷，他應該是在曼谷，我們也能看出來啊。沒有地方是天堂，你就算是在美國也有零元購，也有什麼黑名貴，也有什麼安提法，很多東西讓你去糟心的事兒，是吧？你在澳洲也有零元購啊，也有針對亞洲人的這種歧視和這種攻擊啊，哪裡都有。而且說白了，雖然亞洲有些國家，雖然說它在某一方面啊，制度上啊，或者是這種環境土壤上啊，有一些弊病，但是呢，普遍呢。還比較溫和啊，就是沒有什麼動不動大街上看你不順眼，你一個黃皮膚，我上去就給你一拳啊，給你一腳，打你一頓，就是這個是很少的。咱不能說沒有啊，它太鐵齒了啊。但是非常之少，照比西方國家發生這種事啊，對亞洲人的這種歧視會少得多得多啊。所以說，我們也是深知，就是在這個地球上，任何一個國家。再完美的國家，看似完美，就算北歐或者怎麼樣的，你看北歐的自殺率多高啊，好山好水好無聊，對吧？年輕人也沒什麼追求，福利那麼高，我幹嘛呢？所以我從音樂的角度上講，就是這些極端的音樂啊，什麼死亡金屬、死亡核、金屬核，大多數玩得好的樂隊全在北歐。你看他們平時那麼平靜啊，那麼是吧，與世無爭，但是玩的音樂，我的天，要死要活的，真的，有的演出都是在舞台上自殘。把自己的臉刮爛，或者是拿東西劃自己身上，我是很厲害的。我跟你講，真是特別刺激，真的就是我覺得，你只要在這個地球上嘛，你只有內心不斷的去淨化啊，你的靈魂的這種純淨程度不斷的提升，你在內在這種思維意識裡可能會找到一個。開悟的狀態，或者是天堂那種美好的狀態，但是你在現實生活中，我覺得人類再努力，但是你始終是人，人性就是一分為二來看的嘛，有善也有惡，有神也有魔，就永遠不會有天堂啊，不會有那種所謂什麼大同世界、美好的世界，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，很難，只能是說在一些好的年景下，在一些好的制度的驅動下，在一些好人聖賢的帶領下，我們能往那個方向去努力。但是你真想變成那個方向，就像咱們學過這個初中化學一樣啊，這個世界上有純淨物嗎？啊？純水100%的這一塊就是100%的 H2O 有嗎？它完全沒有的啊！世界上沒有完整的，就是完全的純淨物啊，這個道理是一樣的。所以說，我也勸有一些就是想出來，覺得國內環境不太好啊，想出來看一看的朋友啊，你提前心裡也要有一個數啊，不要覺得出來了就到了天堂了，沒有這一說，可以說，甚至是有一些人你還未必能。更加的適應海外的這種生活環境啊，尤其是，你在西方國家，你要融入西方世界啊，你要跟整個的一個西方文化進行一個融合呀，往往你碰到的不是融合，而是衝突啊。這個時候，我覺得是居多的。對於中國現在很多能夠覺醒過來一點的中國人來說呢，其實，
即使你覺醒了，即使你想往外走了，也永遠有一種所謂的移民之傷嘛，回不去的故鄉啊，不知道在哪兒的未來啊，永遠有這方面的這種失落感嘛，會有一些這種失落感，因為你想回到故鄉的話，那片故土你又忍受不了那個環境。我不能說制度吧，制度有關係啊，但是是方方面面的啊，是在這種制度的這種管理下，這麼多年形成的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這種東西，已經很難去往回變了啊。它需要一代又一代、3到4代、2到3代的这种進化，才能把整個的這種從文化上的傳承上的一些劣根性把它給淡化掉啊，所以說又回不去。在外面呢，有些人還適應不了，尤其是像大部分沒有那麼雄厚的經濟實力的啊，他就更加的焦慮。就像有人說這個西康，我也看到了啊，昨天那個視頻裡大家對西康的這個看法。其實現在我對他理解要多於這個爭議吧，我覺得對他的這個觀點，因為我們看到的只是，我不能說是演出來的啊，我們看到的只是鏡頭前呈現出來的這方面東西呢，是帶有目的性的啊，是為了養家，為了流量，為了掙錢，這個無可厚非啊，因为只要他沒有傷害到別人，你不願意看就不看嘛。對吧？就像我不願意看，我就不看嘛，對吧？但因為我知道他天天說的都是什麼內容啊。最早我還真看過一陣兒，最早疫情那一會兒，但是看來看去就沒有太多的新東西，我就不怎麼看了。但是我也很理解啊，他一定要用一些東西去吸引流量。就像有人說他舔台灣、舔新加坡，我覺得對這些不同的聲音或者是你不理解的東西吧，多一些理解吧，少一些這種你可以質疑，但是不要去攻擊。也不要去害他，就像我說的那個，你們都叫北七大叔是吧？他是在覺得要去舉報這個西康，我覺得這個是沒必要的啊，大家不要做這個事兒，這個沒必要。OK，thank you，大姐來提醒我啊，等會兒這邊要噴水，你就是小心點兒。是這個很熱心啊，這個東南亞還有一點就是老百姓普遍還比較質樸啊。回到剛才西康的這個話題啊，就是大家多些理解，好吧？總之這是我覺得我能夠去做的這一個樣子吧。多了不說了啊，等會兒真要噴水，我可能就廢了，就失身了就，好吧？那麼今天也沒少聊，我們下期再見啊！我爭取也是用這種很高效的方式啊，低成本的方式和大家沒事多溝通，好吧？拜拜，下期見。